所以我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一开始你就精心的一个个去做视频，就是错的。算法根本不在意你讲的有多好，算法只是在意他能不能认出你，能不能认出你这个账号，你讲的内容能不能把你归类。哪怕你拍的再用心，讲的再深刻，算法如果认不出你是谁，他就不推。刚才我扔出了一段我关于算法的假设，我的一种假想，我想试试看深入的讲下去，也是为了我自己理清这个思路，才能继续有动力把内容做下去。刚才大概说的意思是，你发了100支视频，每一支都像是不同的人在做，风格呀、剪辑呀、语气呀、结构呀、内容和主题呀，全都在变来变去。你以为你是在探索、在进步，算法却觉得你还是在试水阶段。算法根本不清楚你是在干嘛的，自然也就不敢把你往外推。你说你努力了，但从算法的角度来看，你可能每一条视频都像是第一次出现，因为算法不是认不出你的账号，他当然知道这些视频是从你的账号里发的，但他认不出来的是你这个账号到底是属于哪一类。你到底是搞笑、搞干货、讲观点、做故事，你剪辑、讲思考，你的视频适合推给谁，你跟哪一类的关注绑定，系统不知道答案，它就只能把你的视频当做每一条都重新评估一次。你以为你在做系列，算法以为每一条都是在做试探，所以当你第一条视频偶尔火了，第二条还是凉了，第三条他就是不推。我后来才理解，所谓风格统一可能根本不是给观众看的，而是给算法来识别你用的。算法不感性，他没时间欣赏你，他只是想快速判断你适合推给谁。但如果每次他都看不懂你，他就干脆不推你。再强调一下，这里说的风格是算法可识别你的风格啊。就像你天天穿同一件衣服，你站在那里，算法一眼就能认出你，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做账号的第一步应该是先固定风格，拍很多，和算法混个脸熟。然后文案呢，表达力啊、表现力啊、反差啊，那是后话。意思是先取悦算法，再取悦观众。那在取悦算法的过程中，我可以练练我的嘴皮子，题外话了。而是你得先给系统一个可识别版本的你要保留点自己的可供算法识别的固定特征，比如场景、剪辑、话题、文案，这里做个补充，甚至是说话的语气，算法也能识别。你就懵逼了，算法还管你视频的语气是温柔还是愤怒的 ？No， 它分不出你的声音是磁性的还是夹子音。算法听不懂语气，但它能读懂语气的痕迹，比如你说话快，字幕切换频率高，平均每秒能吐出几个字，对吧？你情绪激动，你表情识别能抓到你这个高表情张力，动作频繁，场景里的元素变化的很多，然后算法就能提取出规律，然后把你给归类。如果你每换一次风格，就是在对算法说一次你猜猜我是谁，算法回答你说你猜我猜不猜，猜3次猜不出来，老子给你限流了，不猜了。你就开始怀疑人生了，为什么我拍了这么多还没人看？是不是我不够有才华？是不是我不适合做内容？问题不是你到底够不够好，而是算法根本压根不鸟你。重申一次，重点，你拼的是内容，算法看的是标签。你得教算法怎么认出你这个账号。你发的每一条视频就像是在对算法发一个信号，我是谁，我的节奏是这样的，我的语气是这样的，我的内容是这样的，我的受众可能是这个或那个，我在传递某种特定的调调，而这个调调必须是有连续性的。如果你每一条视频风格都是断裂的、割裂的，讲的方向是天差地别，结构也乱七八糟，那你讲的再有趣，算法也会觉得你不稳定。你讲的深，你讲的妙，他认不出你，他就不推你，就这么简单。像我想做多元话题内容，不垂直的内容，就是什么话题都能讲，都可以说，这种内容也不是不可以，但得有个基础逻辑，让你一开始固定你的风格，不是要你的内容单一，而是要一种特征识别的统一。那些大博主都说这个，如果你做了100条视频，有一条爆了，那就继续按照这个风格继续做，不要停，不要变。我恍然大悟，所以我虽然未来会做很多多元内容，我想做不垂直的内容，我想到什么就想做什么，但一开始我还是必须选一个主要方向，比如个人成长，不管你是要讲爱情、讲科技、讲经济、讲个人成长，先从一个统一的识别方向起步，才有机会建立起一套平台认得出你的初始人格。等这个风格稳定下来之后，你再去扩展，你再去玩你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就不容易被误判成风格割裂或账号人格分裂。我慢慢意识到，我们做内容先不要管是不是能让观众震惊，而是为了让算法先记得我们。爆款是运气，
但算法对你的识别度是你的底气。我现在在找对标账号学习的时候，看他们的视频内容，我不看他们拍的有多么的精致，也不看他们的内容是不是讲多么深奥多么好，我只看一件事，如果我是算法，我能不能把它给识别出来，它的视频与视频之间有没有一个连接感，还是每一条视频都像是另一个人做的。我甚至觉得你做的不是视频，你是在养一个角色，这个角色可以变，可以成长，但它得是一种统一的人格，它有一个基础的人格。所以我现在不急着寻求突破，不急着换风格，也不急着转型。如果我现在的内容是我的第一代内容，那这套风格我想固定下来，我要用一种固定的风格去把这一套算法的规则给搞清楚。平台的算法不会完全的公开，所以要靠自己去摸索。所以最可靠的摸索方式呢，就是固定风格。还是那句话，先和算法混个脸熟，不求流量起来，只求流量能稳定增长，然后再求变。就像我的减肥短视频吧，几天换一个风格，其实是对账号的一种伤害，只会产生割裂感和混乱。我需要固定风格，打磨内容，等账号成熟了，再偶尔玩点新花样，那就是反差夹带惊喜了。因为说到底，在这个算法为王的时代啊，普通人的创作不是比脑洞，也不是比剪辑技术，是一种长期主义的算法驯化。没错，算法驯化是我们创作内容，用内容去驯化算法，并不是比谁一支视频能打动人，一支视频能上爆款，一支视频能上热门。长期主义就是不是比偶尔来的一支爆款，而是比谁能更持续的被记住，被算法记住，再被观众记住。算法一抓到你的视频就会说是你小子，然后算法才会推荐给观众，然后观众再一刷到你的视频就说是你小子。你有病。